艾特你的大院中，换换口味，今天带来这部2024最新科幻恐怖片《吸血鬼苍蝇》。我觉得情节离奇，而且挑战人们的视觉神经。话说阿杰走下了车，这时嗡嗡的声音由远及近，他循着声音望去，一团小昆虫冲着阿杰飞过来，吓得他尖叫着跑进车子里躲起来。哇塞，这些苍蝇的数量太大了，竟然能把车子搞得摇动不止。阿杰继续尖叫着，希望有人来救他。突然声音消失，车子也不摇了。阿杰以为没事了，但是定睛一看，可不得了啊！原来这群苍蝇变换了队形，就像一把尖刀一样，刺穿侧面的汽车玻璃，全部飞进了阿杰的肚子里。哇塞，这些小苍蝇竟然是在红头苍蝇的指挥之下干出来的坏事。那么这些昆虫为什么会这样？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情况？故事要从基因医学专家皮特讲起。某天晚上，皮特打算做最后的冲刺，他把一只研究用的红头苍蝇放进了一个玻璃罐里，有一段时间了。儿子阿迪对父亲的研究行为表示不满，虽然他也知道父亲这么做是为了让母亲起死回生，但是他觉得父亲正在往邪路上越走越远。阿迪要求父亲必须把罐子里的那只苍蝇捏死，而且这只苍蝇还是以后级别的，要是那只苍蝇无意中跑出来，那可就对人类的危害太大了，母亲根本是不可能活过来。皮特表示就差最后一步了，他是不可能放弃的。接着他表示那只红头苍蝇是苍蝇中的吸血鬼，比人类还早几千年。然后父子俩就在那里先是吵闹，接着扭打了起来。阿迪无意中踢翻那个放置玻璃罐的桌子，导致玻璃罐破碎，那只红头苍蝇飞了出来。皮特吓坏了，于是拿起皮鞋就想把停落在一旁的那只红头苍蝇打死算了。可是皮特的身手太迟钝了，苍蝇飞跑了，但是他天生喜欢人血，于是就飞到了阿迪的脖子上叮咬起来。阿迪那个家伙仿佛是被打了麻药似的，一动不敢动，就知道尖叫。很快阿迪彻底晕了过去。那只红头苍蝇吸了人血开始变大，然后不知去向。注意看，在一个大蜘蛛网上，一只苍蝇被网住了，大蜘蛛准备过来饱餐一番，可是被红头苍蝇弄断了蜘蛛网，顺带还把那只苍蝇救走了。画面一转，艾琳正在到处找钱，因为母亲得了癌症。这时小马来找艾琳，他只是艾琳的备胎而已。小马也知道这一点，他是来让艾琳一起去参加医学临床实验的，奖金非常的高，正好符合艾琳的期望值。开车的小胖和海莉也是去那里参加实验的，所以大家就一起出发。不久他们来到了密林中的别墅，没错，这里就是皮特的研究基地。皮特对他们表示了热烈欢迎，但是他一直在咳嗽。皮特承诺一旦周末完成实验就把奖金给到各位，另外他表示晚上他会跟大家开个小会，到时还有3人要来。到了晚上，果真下来一位鼻环妹，我看见她就想笑，这样子英国恐怖片基本上都有她的身影。另外还来了2个男人，其中小帅就是艾琳的男友，但是皮特的咳嗽越发的严重，还咳出奇怪的液体，看这架势皮特也活不了多久了。接着他还有模有样的给每个人发一张合同，而艾琳对于皮特的咳嗽开始有所警惕。这是阿杰对合同条款中关于血型条款表示不满，他觉得如果最后血型不符合，那么他就有可能白做了实验。皮特表示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。阿杰于是气呼呼地离开房间，他不再参加这次实验，皮特也就由他去吧。不过提醒阿杰，外面太黑了。阿杰走到院子里，其实就嗡嗡的声音传来，他没有当成一回事，上了车却发现车子发动不了，这不是见鬼了吗？来的时候都好好的。于是阿杰气得走下了车，这时嗡嗡的声音由远及近，阿杰循着声音望去，一团小昆虫冲着阿杰飞过来，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。难道这些昆虫都成精了不成？到了半夜，皮特的病情越发的严重了，他现在咳出来的都是绿色的液体。他发现外面那只红头苍蝇盯着自己看，他也是懵逼了，不管了，暂时他是飞不进来的。其实红头苍蝇一直或明或暗地监视着皮特，现在他已经把皮特列为仇人，毕竟皮特把他关在玻璃罐那么久。第二天，病歪歪的皮特首先就把艾琳请进来做实验，因为他昨天得知艾琳的血型是 AB 型，非常符合他的实验要求。随后皮特就给艾琳先抽了血，答应艾琳明天就付5000英镑的工资给他。皮特就把血液放进了一间密室，等下他再过来研究。鼻环妹很好奇，就悄悄地走进这间屋子，她是学生物的，多少懂一点，她觉得皮特肯定是在干坏事。就在这时皮特回来了，2人吵了起来，而且鼻环妹发现这间房还有个礼物，
里面不停地传出动静，鼻环妹就打算报警了。皮特一看这样下去不行，喷了鼻环妹一脸的绿水，然后把她撞晕拖进了树林。晚上皮特给大家宣布他们的工资提高4倍，希望大家安安心心的在这里做完实验。小帅和艾琳早就看皮特不对劲，表示不愿意再实验下去，希望他立即支付艾琳的费用。而小胖和海莉觉得这个事情很棒，就跟小帅争论起来。艾琳眼睁睁地看着皮特退出了房间。与此同时，在林子里的鼻环妹醒来，然后就想把绑绳弄断。这时一团嗡嗡作响的昆虫扑面而来，领头的正是那只红头苍蝇。它在旁边不停地发布指令，让那些小吸血苍蝇如何有效的攻击。随后小胖和海莉跟小帅达成一致意见，就是他们再待上一晚，倒是不行的话大家一起走。接着两人就来到游泳池玩耍。与此同时，艾琳就想找皮特单独聊聊。他发现皮特手里拿着一根奇怪的试管溶液，他就想拿来看看究竟是啥，但是立即遭到了皮特的拒绝。小胖玩得正嗨的时候，嗡嗡响的声音传来，他转头一看，哇塞，一只超大的红头苍蝇飞到面前，差不多有小胖那么大了。小胖吓坏了，就躲进了水里，而海莉还在另外一个池子里想着心事。小胖时不时地钻进水里，红头苍蝇也拿他没有办法。那一团小苍蝇就在小胖的上方嗡嗡作响。这时小胖突然想起岸边那根潜水用的管子，于是就拿过来往嘴里一放。他以为这下彻底安全了，不曾想小胖的这个做法正是红头苍蝇所希望的。那一团小苍蝇依次飞进了管子里，小胖就这样领了盒饭。等海莉看见，吓得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，整个别墅里的人都听见了。很快红头苍蝇开始对海莉发动攻势，一只稍大的先锋官飞进了海莉的嘴里，渐渐钻进了海莉的肚子里。红头苍蝇带着他那帮小弟看着海莉领了盒饭。另一边，艾琳趁着皮特病情越发的严重，就把那根试管溶液抢了过来。皮特那也是有心无力，艾琳就找了小帅。他们循着声音来到了游泳池，看见那些惨状吓坏了。就这回皮特拿着枪冲了过来，可是最后还是被小帅把枪夺走了。艾琳就质问那根试管溶液是用来做什么的，皮特表示是用来治病的，然后让小帅两人千万不要出去，因为外面的那些苍蝇都是德古拉吸血鬼苍蝇，晚上才会出动，白天他们就躲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小马悄悄走到小帅的身后，然后用器具打晕了他。其实小马早就对小帅心怀不满，谁让他抢了自己在艾琳面前的风头。接着皮特把艾琳手上的药水抢了过来。不久艾琳醒来，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，小帅还在地上昏迷不醒。皮特在电脑面前紧张地敲击键盘，也不知在搞啥，而小马就拿着枪不停地耀武扬威，显示自己很有男人味。艾琳还趁机狠狠咬了一口小马，气得小马要开枪射击，但是皮特起身阻止了，表示艾琳的血液也是解药，不但能救里面的阿迪，还能救自己。而阿迪还是小马的同学，小马这才觉得自己也是被骗到这里来做实验，随后也是非常的气愤。礼物的阿迪觉得自己生不如死，早就不想活下去，于是请求阿迪开枪，阿迪就照做了。接着他还对皮特打了一枪。当小马转身时，却发现艾琳不知什么时候逃跑了，小马就追了出来。几个人都在院子里被红头苍蝇拦截下来，小马拿着手枪对着红头苍蝇就是一枪，竟然被他给避开了。哇塞，他已经朝着智能化进军了。随后皮特走了出来，张着大嘴，从里面飞出来很多苍蝇扑向小马，小马就这样去领了盒饭。其实皮特和儿子阿迪都被红头苍蝇吸过血，所以他们的基因已经发生变化。艾琳和小帅都吓坏了。过了几秒，艾琳认为他们能逃出这里的唯一办法让皮特打败红头苍蝇，于是走了过去，问皮特该怎么办。皮特于是掏出了身上的那瓶解药，让艾琳喂进他的嘴里。皮特表示这瓶解药对他来说已经太晚了，他现在就想飞起来，然后对他们表示了道歉。艾琳照做了。不久，令人惊掉下巴的一幕发生，皮特竟然变成了一只绿头大苍蝇，然后飞起来跟红头苍蝇开始了生死搏斗。艾琳和小帅都看上了，但是红头苍蝇的那帮小跟班不干了，冲着小帅和艾琳飞了过来，吓得两人跑回屋子。他们想等到天亮，这些吸血鬼苍蝇都要躲起来。不久天渐渐亮了起来，那一团小苍蝇似乎要飞跑。艾琳和小帅跑了出来，看见红头苍蝇把皮特打倒在地，正准备带着那群小苍蝇飞回老巢。艾琳就在下面不停地咒骂。绿头苍蝇似乎听懂了艾琳在讲什么，于是飞回来要干掉艾琳。皮特见状鼓起所有的力气，再次飞了起来迎战绿头苍蝇。双方打了10几个回合，皮特把绿头苍蝇钉死在墙上不能动。这时太阳出来，
这下算是烟消云散，影片到此结束了。我认为本片的故事设定还是蛮有意思的，至于特效嘛，也就一般般吧。关键是这些苍蝇竟然还是德古拉苍蝇，还真把我看傻了。这个脑洞编剧是怎么打开的？哇塞，也太牛逼了！可惜制作成本太小了，否则来个大制作，再把科学方面的逻辑完善一下啊！这绝对是一部爆款的电影。另外一个没想到的是，鼻环妹竟然在里面，这次是当了小配角。我发现她从不挑食。我给本片打分3星，满分5星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